别再嫌弃你的自然卷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拒绝的是什么。天生头发卷曲的人，从降生那一刻就藏着特殊的人生密码，这绝不是普通的生理特征。从传统国学和命理的角度看，自来卷是极为罕见的富贵格局，有古籍留下过。这样的话，直发入世度凡尘，卷发待会引仙根，一句话就把卷发人的不凡根源讲透了。所有天生自然卷的人，前世大多不是纯粹的凡胎，他们总共可以分成3类特殊来历，每一类都有各自的天赋和福报，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宿命。这一类人这辈子注定很难平庸度日，只是其中的玄机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生活中的多数人都在拼命向外寻找财富和名气，都在四处求人，想遇见贵人，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早就藏着人生答案。一个人的相貌特征，一个人的头发状态，一个人的身形体态，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定下了性格的底色，也定好了这一生的祸福走向和前世渊源。很多人天生就是一头卷发，从小就沉默寡言，思维独特，觉得自己怎么也融不进人群，总觉得和这个世俗的世界隔着一层东西。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性格上的毛病，这是特殊命格带来的气场，是你先天本源自带的独特印记。先说2个很多人在认知上的误区，这是读懂面相和命理的基础，也是大家最容易曲解的地方。第一个误区，千万不要把看面相看毛发这些学问当成封建迷信，这是老祖宗用几千年时间总结出来的规律。古人的相术文化融合了人体生理学、五行磁力学，还有天道运行的规律，这和江湖上骗钱的把戏完全是2回事。《黄帝内经》这本书里说得非常清楚，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头发直接对应5脏6腑的状态，它是气血和天地磁场沟通的媒介。头发的曲直软硬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五行禀赋和心性格局，这哪里是一句简单的基因遗传就能讲清楚的。第二个误区，绝对不要认为命格能够决定你的一辈子，命由天定，运由己造，这是命理学永远不变的核心准则。先的命格只是决定了你的起点，你的天赋还有你的短板，后天的德行和心性才是决定你最终是福是祸是贵是贱的关键。那些先天命格很好的人，要是放纵自己为非作歹，最后也会把福气耗光，祸事临头。命格普普通通的人，要是坚持修身养性，积攒德行，一样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扭转过来。天生自然卷的人手里握着一把好牌，要是你不去修养品行，反而任意胡来，到头来只会被自己的小聪明耽误一生。从五行相理的角度来看，直头发和卷头发是2种完全对立的生命磁场，这2种命格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人体的毛发在五行里面对应的是木，木主管生发，代表的是灵气，它是人的精气神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普通人的青木之气平和而又规整，表现在外形上就是一根根笔直顺滑的头发，这种头发适配的是平凡的烟火生活和寻常的人生轨迹。天生自然卷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身体里的木气非常充盈，而且带着一股躁动，这股气完全不被世俗的规则套住，气血流转得非常灵动。那些太过灵动的木气在头皮上不停流转盘结，没有办法平直地舒展开来，到最后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来卷形态。麻衣相法这部古书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画卷如浪，灵性超群，福祸两极，非凡俗子可比拟。卷发的人看事情的眼光很长远，思维灵活跳跃，根本不会被陈旧的观念绑住手脚，他们的智慧和悟性比普通人高出太多了，但是他们人生的运势呈现出2极分化的样子。懂得修心积德的人可以成为人中龙凤，放任自己心性的人则容易走向偏激，一路磕磕绊绊。根据我多年的命理参悟和对人的观察，我总结出了自然卷人群都会有的3大共同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悟性高得惊人，直觉准得好像通着天一样，他们生来就有非常通透的感知能力，看事情能看到骨头里，普通人可能花上好几年时间都搞不明白的人生道理，卷发的人常常一眼就能看到最本质的东西，一眼就能判断出人心的好坏和事情的吉凶。这种人特别适合国学、玄学、艺术这一类需要极高灵感和悟性的领域，这些死板僵硬的工作只会把他们的天赋全部埋没掉。第二个特点是心里有一身傲骨，风骨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从骨头里就藏着一股倔强的骄傲，根本看不上那些虚伪的人情往来和世俗的圆滑手段，他们从来不愿意为了得到一点好处就去刻意讨好别人。少年时期他们常常因为这一点被人孤立，被人误解，但是等到了中年以后，他们就能靠着这份专注稳稳当当地长成大树。第
第3个特点就是心思太细、太敏感，非常容易在内心消耗自己，超强的感知力，翻过来就是情绪特别容易起伏。他们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和他人的情绪牵着走。他们习惯了一遍，遍地反复琢磨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这一辈子都在和自己心里的那些情绪打架。这也是很多卷发的人明明才华横溢，却老是陷入焦虑迷茫，很难顺顺当当过日子的关键原因。同样都是自然卷，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命运能差那么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世的来处不一样。总共可以分为3类归宿，这3处先天的来处清清楚楚地画出了卷发之人的天赋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也点明了他们这一生真正的任务。先讲第1类自然卷的人，他们的根在灵山佛地，他们是从佛门里带着慧根下来人间历练的修行人，这也是世上最常见福报也最厚的一类卷发命格，同时还是心肠最软最慈悲的一群人。这一些人上一辈子长住在灵山里面修行，可能是佛前的童子和侍者，也可能是潜心参悟道理的修行者。因为俗世的缘分还没有断干净，或者心里还有没达成的大愿，又或者接受了佛的嘱托，转世到人间来磨练心性，广度有缘的众生。佛门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卷发，是瑞相慧根与生俱来的说法。你看所有的佛菩萨和罗汉的造像都是一圈圈的螺旋卷发，这可不是古代工匠随便想出来的造型，这是佛门里头最高深的修行密码和心性象征。那一根根笔直的发丝对应的是人在俗世里面的执着和七情六欲，那一圈圈卷曲的发丝代表的是打破枷锁和通透圆融的心境。那些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卷发，就是在告诉人们因果轮回和万法归一，这是修行的人看穿了世间虚妄之后才有的专属印记。长期泡在灵山禅意和佛气里面的修行人，他们身上的毛发就会慢慢褪掉凡俗人那种直来直去的样子，逐渐变成螺旋卷曲的形态。就算是转世投胎，换了一副凡人的身体，那股先天的佛根和通透的心性也会跟着他一辈子，绝对不会半路消失掉。佛门转世来的卷发之人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专属标记，很容易就能把他们从人群里面认出来。他们的头发质地又细又密又软，卷曲的非常均匀，是那种细细碎碎的小卷，头发丝乌黑发亮，很有光泽，很少出现干得像草一样毛毛躁躁的情况。整颗头的卷度温温润润的，一点也不张扬，浑身上下自带一种温和又慈悲的气场，让人一见面就想亲近。这一类人的心地善良到了顶，共情的能力特别强，天生就看不得世间那些受苦受难的事情，看到弱小的人遭罪，他们心里就难受。他们特别愿意不图回报的去帮别人，总是躲开是非和争斗，从来不会主动去算计哪个人，就算受了委屈也愿意用自己的好心去对待别人的坏。这一辈子都不喜欢结下不好的缘分，哪怕被人伤害了，被人背叛了，也还是选择用宽容去放下，死死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份善念。他们跟佛道儒这些文化的缘分深得很，从小时候起就莫名其妙的喜欢往寺庙里跑，喜欢看佛像，喜欢翻看各类修行的经书典籍。年少的时候可能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有点排斥这些玄奥的东西，但是一到中年，他们就一定会主动去领悟大道，修养自己的心性，去寻找人生的真正意义。这一类人还经常会在梦里见到佛菩萨，每当碰到危险和困境的时候，他们总能够逢凶化吉，冥冥之中好像一直有什么在护着他们。不过佛门转世的人最大的短板就是亲情的缘分太薄了，他们在人间的缘分多半都有些缺憾，前世常年累月地清净修行，早就把那些情情爱爱的牵绊给斩断了，先天的本性里头就在本能地排斥那些太过浓烈的世俗情爱。他们和家里人的想法往往凑不到一块儿去，很难有那种深深的互相理解，也很难得到亲人的偏爱和懂得。在婚姻和感情这条路上更是磕磕绊绊，要么就是很难遇到那个对的人，要么就是婚后的矛盾一轮接一轮，很难躲得开分离和背叛。看上去身边好像总有人陪着，可是心里面永远都是自己独自在待着，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维持亲密的关系，只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过。这真的不是什么性格上的毛病，这是先天的命数带来的。本来是灵山上清净惯了的人，自然学不会凡尘俗世里烟火夫妻那一套。送这类佛门卷发的朋友一句修心的话，不要去硬求自己合群，也不要苦苦去追那些世俗的情缘。孤独从来就不是老天在惩罚你，孤独是只给你一个人的修行道场。你们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修好自己，度化别人。
一点一点攒下福报，守住你那颗干净的心，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修德行做好事，这样就能把前世的修行画上一个圆，换回一辈子的安稳和顺遂。再说第二类自然卷的人，他们的根在9天之上的仙域，他们是身上背着绝世天赋的天界修行者，和佛门转世的人一样。这一类命格的来头也很不简单，不同的地方在于佛门修行的人着重的是用慈悲心去度化世人，而仙域转世的人着重的是施展天赋，活出自己本来的样子。他们前辈子大多是天界的上仙，也可能是草木精华修成的精灵，又或者是管着某一块地方的天界小神。佛门来的人主修的是慈悲，仙域来的人主打的则是先天的神通和那一份无拘无束的心性。道家的古籍里头有这样的话，仙人的气聚集在一身，头发呈现出灵性的样子，逍遥自在，半点不受凡间规矩的捆绑。普通凡人的气血流动是直来直去单方向的，而仙人的气血是周天流转，一圈又一圈循环不断的，灵气满满的充盈在全身的经脉里头。这种特别的气血磁场表现在头发丝上，就变成了大气又舒展的大波浪自然卷发。仙域转世的人大部分都是那种大大的卷，发质带着一股慵懒的味道，发丝比平常人要粗一些，韧性强得不得了，卷的弧度开开阔阔，一点也不局促。面相学里头把这种卷的类型叫做仙云卷，这是人间顶尖的天赋贵相，1万个人里头也很难见到一个古往今来1半以上的书画大师、商界巨富，还有谋略奇才，天生就是这一种仙云卷的命格。光凭这一点就足够看出这类命格的天赋有多厉害了。只要沉下心来，深深的往下扎根，就能在自己专长的那个领域里攀到最高的地方去。仙域转世的卷发人有4大个特别鲜明的特征，这也是他们和其他卷发人最根本的区别。第一个特征就是有先天的天赋加持，在自己那个专属的领域里面，他们有着普通人根本够不着的先天优势和通透明亮的悟性，根本不需要像笨鸟一样提前飞，或者硬着头皮苦熬，上手的速度比旁人快的不是一星半点，稍微花点心思钻研一下，就能超过那些已经干了好几年的人。不管是搞艺术创作，还是做商业布局，还是研究技术谋略，他们都能很快抓住最要紧的东西，展现出自己过人的才华。这是前辈子修行积攒下来的本能，是普通人花掉一辈子时间都别想追上的先天王牌。第二个特征就是骨子里又傲又叛逆，他们从心底里极度向往身体和心灵的自由，骨头缝里没有一丝一毫俗世里的奴性和盲从。年纪小的时候特别反感那种死板的校规和束缚，长大成年以后更是受不了职场里的压榨和欺负，讨厌婚姻恋爱关系里头的各种捆绑和限制。他们这一生最大的追求从来就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那种一点不受拘束的自在和随心。那种死板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只会把他们身上的灵气和天赋一点一点磨光，把他们的眼界和格局死死框住。绝大多数的仙云卷命格的人到最后都会走上自由职业，自己去创业或者独立创作这样的人生路。第三个特征就是心气特别高，怎么都不甘心平庸过一辈子，他们的眼界和格局远远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和同辈人，从来都不甘心被人压着站在别人底下。年轻的时候因为心性浮躁，经验又不足，常常会犯眼高手低的毛病，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很难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突破。可等到人到了中年，把心沉下来了，把傲气收起来了，就能够攒足力量一下子冲上天，做成一番事业来。有一点千万要记住，天赋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让你随便乱来的资本，只有一直不停地往下扎根才是成事儿的根本。仗着自己有才就瞧不起人，做事情不踏实，只会白白浪费掉先天的好天赋，到最后什么也干不成。第四个特征就是贵人运特别旺，偏财的运势也特别好。那种干净灵动的仙域磁场特别容易把贵人吸引过来帮他们，在人生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总会有贵人出来指点方向，扶上一把，帮他们解决掉危险，跨过那道坎儿，一路帮着他们往前走。他们命里的偏财运势要远远比那些死工资的正财强得多，很适合去做投资、做副业，靠创作来变现，或者拿股份分红这些路子，这样才能把他们命里的财运全部发挥出来。有先贤批注过这一种命格，先卷的人天赋是顶尖的，成和败全看自己的内心怎么选。心里浮躁放纵自己，就是自己毁掉前途；心里恭敬沉稳，对待事情那就什么事都做得成。关键全在自我修行这4个字上。送仙域转世的朋友一句真话：收一收你的傲气，养一养你的静气，守住自己的本心。
找到一个领域深深扎下根去，长长久久的用力，把自己的心性稳住，把那种想要一步登天的念头扔掉，你先天的那些天赋足够撑着你走到人生的最高处。最后说第三类自然卷的人，他们来自凡尘之外的另一处地方，这一类人数最少，命格也最特别，他们就是下凡来渡劫悟道的人。这一类人命运的起伏是最大的，渡劫的难度也是最高的，但同时他们也是熬过之后后福最后的一类特殊命格。他们既不是灵山上下来的修行人，也不是9天之上的仙客，他们是3界的缝隙里和6道余脉当中的灵体众生，前辈子攒下了太重的业障，太深的执念，已经重到没有办法在清净的地方超脱，也没有办法安安稳稳转世当人。老天爷发了慈悲，给了他们一个来人间渡劫的机会，让他们受尽各种磨难来洗掉身上的业障，来打碎心里的执念。这一些人的前世心性非常偏执，情绪非常容易走极端，浑身上下的气血爆裂而又狂躁，转世之后表现在头发丝上，就是那种非常杂乱的卷，头发又粗又硬，又干又毛躁，大卷小卷乱七八糟的搅在一起，完全没有一点秩序，打理起来难得很，看起来张扬又混乱。在相术命理里头，给这种卷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劫相卷，专门对应那种先要经历苦头后面才能尝到甜头的渡劫命格。渡劫卷的人天生就脑子聪明，感觉敏锐，却是大家公认的命苦的人。早年各种各样的磨难，一波接着一波，好像没有尽头。跟前2类人比起来，他们人生里的挫折要更多，路要更难走，心性上受的打磨也更加彻底。我总结了3个最明显的特征，方便大家对照着自己看清楚命格的根源和这一生的路要怎么走。第一个特征就是早年的运势非常不顺利，少年和童年的时候总是磨难重重，家里头的环境大多都有一些缺憾，要么就是家里人不和，整天都在内耗，要么就是亲情冷淡，缺少关心和爱，要么就是家里条件不好，小小的年纪就要承受很重的压力，要么就是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常年被病痛缠着。人生的这个开局远远不如普通人那么平顺。有很多人待人真诚，做事情也踏实肯干，可就是坏事缠身，什么事情都不顺，常常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来就不吉利。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你生来就不祥，而是渡劫命格一定要走的路。所有的磨难都是为了让你消掉业力，还清旧债，老天爷是公平的，不会有一丝偏颇。所有早年受的苦遭的难，都是在为后半辈子的福气铺路。第2个特征就是心性非常容易走极端，情绪在两边拼命晃荡，这是这一类命格身上最明显的短板。平常日子里头，他们待人接物很温和，重情重义，心思特别细，为人处事都抱着善心和包容。可是只要一旦被人碰到了底线，或者遭到了很大的刺激，他们就会一瞬之间失去控制，变得脾气暴躁，固执的要命，掉进很深很深的内耗和纠结里面去。这一类人这一辈子最大的修行任务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化解掉心里的执念，修出一颗平平和和的心来。他们遇到心理内耗和相关问题的可能性要比前面那2类卷发的人高出很多倍。只有把情绪稳住，把偏执放下来，才能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劫渡过去，打开后半辈子顺顺当当有福气的大门。第3个特征就是大器晚成，后半生的福气深厚的很。30岁是这一类命格最要紧的一条人生分界线，30岁之前走霉运事情一波又一波地来，所有的那些磨难都是在磨你的性子，洗你的业障。只要你熬过了30岁这道关口，心里的执念就会一点一点碎掉，心性会被打磨得完全成熟，业障也会全部消干净。打这以后，财运、事业运还有贵人运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往上涨，也远远的超过身边的那些同龄人和普通人。到了晚年更是福气财气双双齐全，平平安安，顺顺当当，之前吃过的所有苦都会变成后半辈子吃不完的甜。人世间所有渡劫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要先去经历千丈那么高的风霜，然后才能把星辰大海都收进怀里，苦都吃尽了甜头，才会真正到来。送渡劫卷的朋友，一句能帮你撑过去的话，早年受的那些磨难，不是老天在罚你，全是为了渡劫在清洗旧账。心里平平静静，把执念打破，人过30福气自己就会来，把本心稳住，你一定能从火里头重生。把这3类卷发命格放在一起看就很清楚了。自然卷的人天生就带着很特别的缘分，这一辈子注定没办法走平平无奇的道路。细碎绵软的小卷是佛遇来的人，你们这一辈子要做的就是修好自己的心，度化有缘的人，
把情爱得失这些看淡一些，清静就是你们回家的路，大气舒展的大波浪卷是仙域来的人。你们这一辈子要做的就是深耕自己的天赋，把浮躁和傲气收一收，自在就是最好的圆满。杂乱的结相卷是异界来渡劫的人，你们这一辈子要做的就是打磨自己的心性，破掉偏执和执念。苦头吃完了，福气自己就会来。有很多天生自然卷的人，常年累月的嫌弃自己头发的样子，想尽各种办法去拉直、去烫顺，硬要去迎合世俗的审美，硬要把自己先天命格的特征全部抹平。这种违背天命的行为，只会让你的内心损耗的越来越厉害，什么事情都做不顺。顺着天命走，你才能借到命里的力量往上走，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建立真正的自信，你才能打开那份只属于你的福报和人生的造化。最后一定要再讲一遍核心的命理观点，现象可以帮助你看清福祸，但是命格绝对决定不了你最后活成什么样子。佛域来的人要是仗着福气深就放纵自己去做坏事，到最后也会把福气耗光，掉回凡尘，一辈子困在里面。域来的人要是狂妄自大，不肯用功，白白荒废掉天赋，到头来也会变得和普通人一样，辜负了老天给你的那副绝好格局。渡劫的人要是自己放弃，自己怨天怨地怨别人，一辈子都会被困在执念里面，走不出磨难的包围。先天的命格只是你人生最开始的那一张底牌，后天的德行和心性才是决定你这一辈子是成是败的关键。不管你是直头发还是卷头发，不管你命格是好还是不够好，积德行善，静下心来修养，身心就是改变命运最了不起的大道。所有玄学命理的最终核心，从来就不是让你偷偷去看天机，而是让你好好守住自己的本心，牢牢攥住善念。愿所有天生自然卷的有缘人都能够看清自己的来处，接纳自己的不同，顺着天意修心养性，一年又一年安安康康。也愿屏幕前面的每一位朋友都能打破心里的执念，离内耗，远远的福气常伴，左右所有的事情都顺着心意来。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到的这些对你有帮助，就请随手点一个免费订阅，也把这篇文章转发给身边那些头发卷卷的朋友。感谢你的停留和收听，我们下一期再会。